好，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的是来自于铁钩船长的X2版啊。X2版呢就是什么东西都乘以2啊，也就是说，小怪呀、BOSS 啊都是2个啊。当然呢，大伙懂的都懂啊。这个X2版呢，其实啊就是对于一个无论你是什么1v4版还是什么无双版啊，它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一个加强啊，你就乘以2，对吧？这种东西呢，说起来它难吧啊，它也没什么难的，也没有改什么属性，就是在数量上啊这个变得非常的多啊，所以说很恶心啊。总体来讲，对于新手来说呢，确实很难。但是不要紧啊，咱们操作者呢是这个拈花一笑福啊，给大伙表演这么一个视频。这个视频其实很早啊，早在前年的时候啊就出来了啊。那我今天刚做，因为呢这个游戏啊，毕竟呢也不算是太热门啊，稍微冷门一点。同时啊，这个也不能说太冷门，因为小的时候，我相信大伙都玩过啊，我是玩过。而这个游戏呢，最厉害的角色呢，应该就是这个娃娃。我曾经也做过啊，这个娃娃的6进啊，什么意思啊？6进的这个一命通关啊，那相当难。这次呢是X2版的双进，双进呢有一个共识啊，首先最应该进的是什么？就是幻影啊。幻影的话呢，有了这个幻影的话，这个游戏啊就变得比较简单了啊，大家伙都比较了解。还有呢就是进血。这里面呢，咱们毕竟这个跳 A 啊是娃娃非常强的一个招式。跳 A 的话呢，就是跳起来再滚，而且跳跃 A 的话也可以追地，这个确实很厉害啊，不像大家伙想象中的。好像小的时候都觉得啊，我们玩就要1、2、3、4打，他这个你看，哎，跳跃跳 A。攻击力也摆在这儿，而且呢还可以追地啊！追地的话，你看基本上就能把这个怪给追死。这就是娃娃的恐怖之处啊。再呢，它的单 A 呢，这个 A 完之后呢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。它只是 A 的第一下，然后呢可以不断的 A 来打某些特定的 BOSS 或者是小兵啊。在这里就不用多说。那其实所谓的6进，很多人说那它进血啊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里面这个所谓的这个 AB 这个怎么算啊？AB 费血，对吧？它又不算啊，咱们就是并不是挨揍啊。这里面呢，咱们也算是一个伪无伤啊，就是说不挨揍啊。当然，那个不挨揍的话呢，并不代表说这个不费血，因为血杀是费血的。有的时候啊，这个数量太多，原版的话呢6进都可以完成啊，无双版的话确实有点难，因为呢这个小兵啊，对于这些高手来说啊，已经数量多一点是无所谓的，难点是双 BOSS， 然后再加上各种小兵，这点是很难受。尤其是小兵非常多了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啊，有的时候呢，利用一个血杀，关键时刻还是很靠谱的啊。这个可以迅速的把所有的这个都给打掉。再呢，就是这个道具，比如说像这个标枪，还有这个像什么这个马蜂窝啊，这都是这个比较。这都是比较这个浪费啊，这个不是浪费啊，比较凶猛的啊，这个打兵啊、打 BOSS 都非常猛，尤其是这个马蜂窝啊，如果打那个打 BOSS 的话，那个伤害啊扔好了会直接打大半管血，这不是给你嘻嘻哈哈的啊。同时呢，还有一个比较恶心的地方啊，就是很多人说那进的话还有什么东西需要进呢？其实啊，你像这个追地。这个追地也非常的难啊！跳呢是肯定是有一个难度啊。追地的话呢，就是你不能你有的时候你是不小心追地了，对吧？那你不小心追地的话怎么办啊？那没办法，你像这个跳 A， 同时呢，或者说像那种不小心 A 的过程当中呱呱就追地了，还有就是幻影也可以追地。来看看啊，先抓住 BOSS， 然后你看这一下多少血？这血非常的多啊，追几下，一扔。很多人说啊，怎么这个 Jason 怎么这个一个打不了那么多血啊？这是2个 BOSS。好，可以看到连续跳跃可以追4次地，然后回神呢2、3，然后4、5。那当然这个并不是跳跃 A 来追的啊，这个在打。你看这个费血费的最多啊，他是最开始用这个马蜂窝然后来搞的。马蜂窝打的是最主要的是刚才这个。现在已经被自己举的这个大流星锤给举死了，然后一个血杀，然后再跳 A。这小兵来的比较晚，这也看着自己的某一个老大啊，这个双胞胎老大，这个哥们儿长得特别像拳皇里啊，也就是或者说是饿狼传说里面那个比利，看不看见？拿个棍子也很像，长相也很像，戴个头巾。但是呢，这个很嘚儿，一会儿呢双腿一软，直接就流星锤一砸，你看啊。哎，死了之后啊，站起来之后，哎呀，那8字，哎呀，传说中的项羽吧，应该不能是项羽啊，人项羽真的是能杠顶，这个是秦武王啊，这个淫荡啊，这个秦武王这举起来了，没放下来，对吧？直接给自己砸死了，你咋整？说啊，
这就比较嘚儿了啊。好，可以看到啊，连续的跳 A 就好使啊。大家伙儿不要小看这个跳 A， 很多人说那我也会，我这么玩，我觉得我也挺厉害的。咱说啊，咱毕竟是菜鸟，你知道吧？人家大神怎么进都能玩，对吧？你像咱们是，就是啥都不进，你就学他这个跳 A， 你都学不好，真事儿啊。好，咱说这个跳 A 为什么这个怪他不防呢？这就没办法啊，这个他把这个小兵的习性啊，包括通过自己的走位啊，都弄得非常的这个，对吧？设计的非常的好。这就是说啊，这个术业有专攻，人家不仅有天赋，而且呢，在这个游戏的理解上，还有这个游戏经验上，再加上勤加练习。有的时候呢，很多人打出这个成绩啊，也并不是说每次都能成，有的时候可能是出现失误了，但是他没有把这个作品给你拿出来看。就好比现在很多人这个，对吧？就比如说玩这个打拳击啊，或者体育啊，也不是100%都能获得冠军的啊。有的时候呢，可能也没发挥不好，也没有进决赛啊，对吧？无论是足球、拳击、散打，或者说是一些什么这个其他项目，包括游戏啊，像什么王者荣耀啊、英雄联盟，也不是说百战百胜，是吧？啊，有的人胜率高点，60%、70%。对吧？这个感觉很可以，越高端，对吧？有的时候会，无论是被克制了、发挥失误啊等等的啊，反正总体来讲呢，都是有战术和战法的，再加上版本不一样。不过呢，像这个咱们现在的这个街机游戏啊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版本这一说啊，对吧？这个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游戏，即便说呢，X2版比原版呢要难很多啊，都是乘以2的嘛，但毕竟的牛逼之处啊，就是它基础属性没有变，该怎么操作还是怎么操作，它并不像那些变态的三国战记。对吧？那些变态的三国战记，好多技能你不会，你还得练啊，没法玩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就没办法啊。再有一点呢，就是相当于像那个什么，有的游戏啊会更新，你像什么现在格斗游戏啊，97、98就不用说了，但是98呢更新 UM，02呢更新02 UM， 再加上现在咱们拳皇15是吧？啊，这个拳皇15的话，这个也不断的更新啊，更新的话就在这儿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可以看到啊，传说中的双幻影啊，这个米卡。这个呢，由于是咱们是X2版啊，需要打2次啊，也就是说这个正常的 BOSS 呢，如果是美版的话呢，咱们就是传说中的这个铁钩船长的那个假冒版；如果说是日版的话呢，咱们就是所谓的这个什么米卡、什么 Gita、什么还有什么啊安娜，对吧？啊，你看，这是6个 BOSS 啊，但是呢，这个要等，大家伙儿不要着急，把它先聚到一起，然后再一起打啊。这个不是跟大家伙儿这个瞎整啊！你要不打他的话还能好一点啊，你要是一个一个打不行，最好是聚堆打，而且他的攻击欲望并不像大家伙想象中那么强。再血杀压制起身，你得等他出手，等他走位。如果你要是主动出击的话啊，不好打的。当然呢，正版的话呢，咱们是1v3啊，1v3。但是像这种X2版的话，1v6那更是对吧？需要考虑了。但是呢，毕竟呢，作为这种单体的小 BOSS 啊，它的血量呢比较少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打起来呢也对吧？你就可以片杀。好，这是各种 AB 闪身的感觉啊，原地转。噔噔噔。最后这2个啊。OK， 再一爆炸，这个一共6个坛子啊，没什么说的啊，打爆了就爆炸了啊，没什么问题的啊。噔噔噔噔，好 ，OK， 这个音乐也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啊，就是无限的循环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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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一个标枪，这个标枪是我觉得最牛逼的清小兵道具啊。除了有一些特殊的，比如说那个大胖子啊，血量特别多之外，基本上你一枪就是一个，出了屏幕外面就没有了啊，对不对啊？OK， 看看，其实感觉这个兵啊，跟咱们这个角色挺像，他也会无敌风火轮啊，也会像咱们幻影那样啊。OK， 再跳来跳去，这里面一回身一摔啊，感觉这个胖子这个眉毛现在有点像我狼啊，这个蜡笔大新，你看他手里拿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兵器啊？是一个叉子啊，看没看见？这里面还打出那个蛋里面有那个小鳄鱼，小鳄鱼可以直接出来啃人，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机关道具啊。OK。
杜吾，哎，如果吃那个大腿的话就是杜吾啊，咱们全程不吃啊，这个进血。伪无伤就是说啊，很多人就说什么受伤，有好多人理解不了，是血杀了为什么还叫那啥啊？进血杀啊，对吧？进血杀也是一种啊，对吧？但是这里面咱们不进啊，血杀的话呢，还是在某种意义上啊，减掉了咱们一定的压力啊。有的时候呢，用血杀呢可以破局。血杀呢，并不是说有到危险了之后反应速度快的人进行血杀，而是用血杀进行啊这个开拓这个局面。有的时候这个左右都有人，一个血杀清出来之后，利用走位呢，可以把这些兵啊全都聚到一起，然后片杀，对吧？包括你像恐龙快打也是，恐龙快打的血杀呢，基本上就是作用于用血杀和血杀空血杀之后的无敌啊，来造成这样的效果啊。OK， 落地，这里面这个船边上这个 BOSS 啊叫呆萌，大门是吧？啊，大门五郎，小时候其实挺讨厌这个兵的。好的，一下所有的怪全清掉。真的是非常的赖啊 ！OK， 来看看这个 BOSS， 这个 BOSS 能召唤这个冰柱，落下来之后呢，咱们可以直接 A， 哎，无限的 A 就可以啊。虽然说是双 BOSS 可以双 A，Diamond， 对吧？但是它不是 DEMON 啊，它是 DAMON。由于这个如果是单人玩的啊，如果是X2版啊，X1版，也就是原版的话呢，咱们是可以打到它一管多血啊。这个里面呢，小兵出来的特别快啊，所以说你能懂的啊。好，这两个 BOSS 的行动轨迹如果都是一样的话，就可以这么秋，1、2、3， 1、2、3、1。第4呢，它是原地一个小后手翻啊，后手翻。这里面没有小兵干扰，你就一直 A 就可以。这哥们长得像个小奴隶似的啊，戴个红领巾，然后呢，这个穿这个红裤衩啊。OK， 直接打倒。最后一丝血，一个跳 A 就可以死啊！血杀的话也无所谓，反正就这一下。OK， 来看看，直接进入到第5关卡。这个游戏的关卡还是蛮多的啊。OK， 跳出来，像这种啊，这个船里面给人一种感觉都是贵族啊，这个像那种超级大的船，但这里这个船可以看出来非常的豪华。让我想起了泰坦尼克号的感觉啊，但是呢，它又不是一个时代的啊，这个时代又不一样，所以说能理解。啊，这个屏幕当中的元素非常多，就会非常卡。主要呢也不光是小兵多啊，主要还有这个小飞蚊啊，传说中的小马蜂窝。现在想想，在大海上有蜂窝，这个到底是什么设计啊？设计的也是挺狠的。OK， 当当当当当当。啊，再血杀一根，这里面可以看到啊，有一些精英怪啊，确实是这个能防，而且呢血量也比较厚。这个流星锤呢啊，就是壮汉级别的，当然这个防御力最高呢，还得是那种野生的这个虎克船长，野生虎克啊，全程就是跳 A 就完事儿啊，基本上不需要别的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好。打倒了之后啊，跳跃攻击，然后呢，哥来追地，你看，最后一个兵，再追一下 ，OK， 直接飞走。其实这关的 BOSS 我觉得特别写实啊，对吧？这个刚开始看起来像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富翁，对吧？也是个大富翁海盗，把他打败了之后呢，一顿磕头，磕头了之后呢，这个咱们就因为咱这又不是来杀人的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磕头了这个船长直接就跑了。在下一关之后呢，还拿一个尖刀背着财宝，对吧？如果你碰他，他还能撞你一下。同时呢，在最后一关的时候呢，他还开那个炮啊。你在打虎克船长的时候，他还开炮打你。也就是说呢，他磕头全是假的，是吧？都是这个坏人都是这样的啊。这是刚开始先求饶，然后最后呢会发现啊，他根本不是求饶啊。啊，这个一般有的坏人都是啊，你不要杀我啊，我家里有80岁的老母啊，博取同情，最后反来再给你一刀啊。当然，一般主角呢都是能躲开这一刀的啊，说大团圆结局嘛啊。这里面就是啊，原谅他之后呢，他跑了，跑完之后呢又搞事情，逼逼赖赖的啊。
这个跳跃下 A 呢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招啊。它虽然说看起来像追地的感觉啊，能把人固定在这里啊，跳跃攻击啊，跳跃下 A， 它往下一坐啊，两个弹，但伤害一般。这个跳跃 A 是最实在的啊，跳跃 A 的这个伤害呢，很简单啊，就是说这个攻击呢，这个基本上某些小兵2下就死。当当当当。啊，一顿摔。好，好，跳跃攻击，这感觉你看，这感觉跳跃攻击的这个追地，感觉一正常那个小兵应该起来了啊，结果他还没起来，直接就能给追死。你看，就是而且起身还可以压制，这个判定太高了啊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个跳 A 这个伤害很高，而且呢卡住 Y 轴偏下一点儿，这个 BOSS 起身反击打不到咱们，你看，这个就是把这个距离啊给你卡得非常好。这个 BOSS 会说了，凭什么凭什么你就能打到我，我打不到你？好，全程就是这样的，血杀、追地，再血杀，最后一次啊可以血杀的，没有血了，但是跳 A， 好，直接下跪磕头啊，就感觉无限磕。正常其他的人都是被打死了啊，他是直接磕头。你说这玩意儿怎么说呢 ？OK， 可以看到，这个游戏啊，如果摊分的话，咱不知道能摊到多少万。可以看到，即便是现在啊，光这么打就打了300多万了。如果什么分都吃的话，你会觉得能摊多少啊？X2 版的话，应该能摊更多。这是传说中的最后一关。X2 版啊，正常的话10来分钟就能通关啊，正常版本什么都不进啊，打速通。X2 版呢也有速通啊，17分钟就能通关啊。之前我也是解说过啊，这个呢咱们是用了20多分钟，24分钟左右啊，也就是说并不是那么长啊，也就啊，即便是X2版啊，也就慢了能有几分钟而已啊。而且呢，最主要的慢呢是在最后一关啊，最后一关的这个双 BOSS 那里啊。是吧？同样是虎克船长，并不是说这个虎克船长它的这个血量多，它就难打。最后一关呢，它是有跟其他虎克船长不一样的属性的，所以说是挺难的啊！大家伙要记住啊。OK， 这里面这个菠萝这是凤梨，很多人说菠萝跟凤梨不一样是吧？啊，我感觉好像，反正是可能是同一个科，但是同一个属，但不是一个品种啊，可能就不太一样啊，这哪个地方都不太一样。OK， 这一下直接把所有的兵全打飞了，这也能打飞啊！好，这是小虎克。好，OK。可以感觉啊，其实这样打这种小兵的话呢，像这些高手啊，就基本上你给他一屏幕啊，他都不害怕的，真事儿啊，真有这种感觉。捡一个雷，这个雷用处呢，一个炸可以斗一下啊，这只能炸到一个。你看，像这种他也展示了啊，只要是这种兵，你都可以连续 A 到死。一个小菱形锤，底下还有那个机关啊，这个机关也可以帮着打。好，打开，但是哎，可以感觉到，看这个兵啊，这个传说中的这个拿着个钢管啊，拿这不是棍子，这是钢管，看没看见？真的不是跟你们嘻嘻哈哈的啊。好 ，OK。好，这里面可以看到，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小怪它不配合，打的还真的挺慢的。但他们都比较龟啊，这种小怪，其实我小时候挺讨厌这个风衣的。这个风衣呢能防御，然后呢它攻击距离挺远，它还蓄力。你看它走位走的速度还快，它走位蓄力一刀，很恶心的啊。
好，感觉全是兄弟啊，这个。OK， 回身。血杀，然后再来一顿抠。像这种 BOSS 级别的小兵啊，确实还是扛干啊。这如果是单一的一个 BOSS， 确实好打。好，不要小看这个 BOSS， 这个 BOSS 会斜角攻击啊，斜着角攻击你也是真的没招。OK， 这是应该是倒数第2个地图了啊。有的时候像这个虎克船长打着打着就跑了，对吧？可能是跟着自己的小弟来参战，然后呢看情况不妙啊，直接跑了，直到最后无法，对吧？无法这个再跑的时候，给你致命一击。关键时刻啊，靠这个投技还是比较重要的啊。好，当然呢，最后的一个地图啊，时间非常长，有可能会打3分多钟啊。大家伙儿不要觉得这个好像像这个这么打，我觉得随便。其实是很有难度，尤其是最后一个地图那2个 BOSS 真的很恶心。打到一半血，就是这个地图，打到一半血之后啊，正上方那个门就会开，然后出一个 BOSS 啊，出一个这个倒数第2关那个 BOSS， 他会开炮打你。不要小看那个 BOSS， 很恶心的。然后呢，如果这个没有小兵出来的话啊，咱们可以直接把这个2个 BOSS 修到死，真的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没办法啊，他会对吧？他会出小兵，而且一球子真不好打。不过呢，他现在把2个这个 BOSS 整在一起，接下来这个 BOSS 完了有一个防御了，这样的话压起身不太好。这样的话好，直接扔了一个道具，这个血量非常的充足。然后这边出来了，开放炮了，然后屏幕就会变得非常的卡，这也是咱们游戏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关键点啊。好，有这个传说中的蜂窝。遮了不少血，已经死掉了一个 BOSS。这里面该勾引啊！这个放炮不仅会打咱们，也会打另外的啊。这里面我们开脑洞一下，也就是说，他又要炮轰啊，借着炮轰咱们的这个情况，然后呢还把自己的老大做掉，然后他变成下一任船长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对不对？好。这个炮，你看他发的这个炮啊，可以打到咱们这个 BOSS 的目标啊，也是挺有意思的。OK， 这是有2个开炮的啊，这毕竟啊，这也是一个环节，所谓的X2版。好，看这开炮了吧啊，各种打。还有一个屏幕当中的元素非常多，又开枪又放炮，所以说会变得非常的卡。其实想打死还有别的诀窍了啊！这屏幕当中有这个什么标枪啊，回旋镖，已经死了一个。啊，你看一炸，他炸的时候这个 BOSS 还会费血啊，但是呢，好像跟没费是一样的，他这个血量会上下浮动一下。好，一摔，然后可以追地。OK。这里面为了无伤啊，尽量打得猥琐一点啊。如果你对吧，有了这个炮啊，想无伤确实有点难的啊。大家伙儿不要觉得他怎么这个人玩的这么猥琐啊，真的是没有办法。一点一点攻击啊，一点移动啊。这个一点移动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伙儿可能知道这个什么啊，知道这个玩射击类型游戏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你要躲敌方的这个子弹，并不是说你移动速度越快越好，你得慢慢勾引，然后呢，他发射的子弹呢才能被你所掌控。你的这个行动轨迹呢就可以，对吧？可以掌控。尤其是现在没有血了，想血杀呢都不行，想打开局面就点猥琐，就得慢慢勾引。好，不要着急，一炮轰过来，一个跳 A， 再一个跳 A， 他防御一个撇，不要着急啊，这个炮会轰到咱们的啊。好，跳 A， 再跳，一个摔，应该是还差最后一丝血呀。这一丝血只需要 A 一下就死。好，很多人说为什么不抓他一下，挺难抓的啊。OK， 再跳 A 直接打死，这样的话直接过关。这个上方那个发炮都变成阴影了啊。OK， 那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阿福啊给大家伙表演的这么一个视频。其实总体来讲呢，看起来很简单，但你玩你就会知道啊，很恶心的啊。
而且呢，大家伙是达成了双进而且无伤的这么一个情况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伙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、点赞、订阅、收藏来支持我了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